今天我们来聊聊长寿和运动的秘密。大家都知道，经常运动有助于延年益寿，但是这么多运动项目中，哪一种对寿命的帮助最大呢？许多人可能第一时间想到跑步、游泳这些有氧运动，毕竟他们长期以来都被视为健康养生的代表。然而，一项欧洲的长期研究却颠覆了这个常识。结果显示，跑步和游泳在延寿效果上居然都输给了一种出乎意料的运动。那究竟是哪项运动打败了跑步和游泳，拿下长寿冠军呢？答案可能让你大吃一惊，它竟然就是我们平常觉得只是休闲娱乐的网球。没错，科学家们发现，最能延年益寿的运动并不是慢跑、游泳这类传统印象中的健康之选，而是网球等球拍类运动。其中，网球的效果尤其突出。一项针对数千人的研究显示，经常打网球的人，平均寿命比完全不运动的人多出将近10年。相形之下，常跑步的人仅多活约3年左右，热衷重量训练的人更只多了1年多。这个发现震撼了不少人，彻底颠覆了大家对运动效益的既有认知。一直以来，跑步、游泳、举重等都被公认为有益健康的运动，没想到在延长寿命这件事上，居然输给了网球这种看似平常的球类游戏。更令人信服的是，后来规模更大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英国运动医学期刊发表了一项对超过8万名参与者追踪9年的研究，结果发现，以网球、羽毛球为代表的挥拍运动，能够将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47%， 在所有运动中降幅最大。游泳也不错，能降低约 28% 的死亡风险，跑步大约降低 27%， 骑自行车约 15%， 但都比不上球拍运动将近1半的降幅。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带有竞技和团体性的运动在延寿方面普遍表现更好。除了网球外，足球、篮球等需要队友合作的项目在其他研究中也展现了延长寿命的优势。就连强调优雅和精细动作的高尔夫球，在延年益寿方面的表现也不俗。它的运动强度虽然不高，但胜在需要长时间步行，并且社交性强。打球过程中，人们一边散步一边交流，不知不觉就活动了身体，舒缓了压力。这些现象都提示我们，运动的益处不仅取决于燃烧多少卡路里，背后还有心理和社交层面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不仅如此，最近科学家更针对全球各国的专业运动员进行大数据分析，再次印证了球拍运动的延寿为理。2024年，欧洲衰老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老年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项涵盖183个国家、95210名运动员、44种运动类别的庞大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球拍类运动对运动员寿命的贡献居各类运动之首。在男性运动员中，从事这类运动平均多活将近6年，女性运动员则平均多活约3年。与此同时，相关的全因死亡率降低达 47%。游泳和日常步行虽然也有延寿效果，但仅分别降低 28% 和 36%。球拍运动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的幅度更是高达 56%， 可见它对心脏血管系统的保护有多出色。为什么网球以及其他类似的球拍运动有如此神奇的长寿效果？科学家提出了几个关键原因。首先，网球不是孤独的运动，它天然带有强大的社交属性。相较于一个人默默的慢跑或独自在健身房挥汗，打网球需要2人甚至4人互动对打，这个过程充满了社交乐趣。伙伴间的情感交流、竞争合作会带来愉悦感和成就感。研究者指出，这些心理层面的正面影响对健康同样重要。人在运动中获得了友情、刺激和快乐，压力荷尔蒙会下降，抑郁和孤独感减轻，
免疫力也可能因此提升。长期坚持下来，身心状态的改善无疑有助于延年益寿。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能看到运动与社交结合带来的好处。许多长寿的老年人往往都有固定的运动伙伴和圈子。你也许注意过，公园里一起练太极拳的爷爷们，广场上成群跳舞的大妈们，甚至寒冬里结伴破冰冬泳的老人。他们一边活动身体，一边聊天说笑，锻炼变成了一件充满乐趣的社交活动。这些长辈大多身体硬朗，精神饱满，可见将运动与交友结合，让身心都保持年轻。相反，那些整天闷在家里，不爱出门活动的老人，缺少运动，也缺少交流，身体机能和精神状态都容易每况愈下。由此可见，把运动和社交结合，确实能让我们走得更远，活得更久。再者，网球本身的运动形式也非常有利于身体健康。试想一下球场上的情景，选手需要反复的快跑、急停、蹬地起跳、转身、挥拍，每打一球都是一次短暂的冲刺和全力一击，然后休息几秒准备下一球。这其实就是天然的高强度间歇训练。如此剧烈又间歇的运动模式，可以有效锻炼心肺耐力。一方面，短时间内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身体大量出汗，心脏的泵血功能和肺部摄氧能力都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在频繁的冲刺与恢复交替中，血管弹性增加，血压、血脂水平得以改善，血糖代谢也更加高效。科学研究发现，间歇训练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体内慢性发炎指标。这些生理变化都与降低慢性疾病风险、延长寿命息息相关。也就是说，网球不知不觉让人完成了高效率的有氧加间歇的混合训练，难怪对延寿特别有效。此外，挥拍运动还能带给身体全方位的锻炼效果。打球时，全身各部位都要协调发力，双腿不断启动和冲刺，锻炼了下肢肌肉和爆发力，手臂和肩膀用力挥拍击球，增强了上肢力量。腰腹核心持续收紧来稳定身体姿态，这又强化了躯干核心肌群。如此全身性的运动可以提升肌肉含量和骨骼密度，因为在跑动跳跃中，骨骼受到适度冲击，会刺激骨质生长，有助预防骨质疏松。更重要的是，它大大锻炼了人的灵敏度和反应力。在接球打球的瞬间，眼睛要快速捕捉球的路线和速度，大脑则飞速预判球的落点和飞行轨迹，随即指挥身体各部位配合动作。长期进行这种训练，可以保持我们神经系统的敏捷，减缓年龄带来的反应迟钝。有研究指出，经常运动的人，大脑萎缩速度比较慢，认知功能衰退也更慢。球类运动提供了身体和大脑的同步锻炼，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延缓脑部老化。同时，身体的平衡性和协调性也在挥拍中得到提升。频繁的变向移动和步伐调整，会强化前庭平衡系统和四肢协调能力。当一个人拥有较好的平衡力时，日常生活中跌倒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这对老年人的生命安全至关重要。最后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但同样重要，运动要产生延年益寿的效果，坚持二字是关键。网球为什么能带来那么大好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往往愿意长期打网球。许多网球爱好者一打就是10几20年，把打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试想，如果一项运动让人觉得有趣、有成就感，还能顺便结交朋友，那自然更容易一直坚持下去，不会半途而废。相比之下，有些人跑步跑了一阵子，觉得枯燥就放弃，或者办了健身房会员却提不起劲去使用。但打球因为有伙伴相约，有比赛刺激，反而成了一种长久的习惯。一旦你养成多年如一日规律运动的生活方式，健康收益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长寿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副产品。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网球才能带来长寿效果，其他运动就毫无价值。跑步、游泳、重训等对健康依然很有益，只是各种运动的侧重点不同。而从网球的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些普遍适用的原则。长寿的运动往往不是单一锻炼身体某一部分，而是能全面提升身体素质。尤其要重视那些随着年龄增长容易退化的能力，譬如肌肉力量、平衡感和协调反应能力。简单来说，如果一项运动能同时强健心肺、锻炼肌肉骨骼、改善平衡，还能让人心情愉快并乐于长期坚持，那它就称得上是一项长寿运动。另一方面，缺乏运动对健康的威胁也不容小觑。世界卫生组织已将身体不活动列为全球4大致死危险因素之一。据估计，每年有数百万人的死亡与缺乏运动直接相关。有专家甚至形容，不运动就像慢性自杀、长期久坐不动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吸烟、酗酒或肥胖。可见，养成运动的习惯对于延寿是多么重要。许多国际卫生专家也强调，完整的中老年运动计划应同时包含有氧耐力训练、肌肉力量训练、柔软度伸展训练以及平衡协调训练这4个方面。然而现实中，许多人往往只重视了前2项，忽略了平衡、协调能力的锻炼。特别是平衡能力，可以说是决定我们晚年生活品质的关键因素之一。人体从30岁左右开始，肌肉量便以每10年 5% 到 8% 的速度流失。如果终日缺乏锻炼，到了70岁时，可能已经失去了将近一半的肌肉。这就是医学上所称的肌少症。肌肉的流失，直接后果就是腿脚无力、动作迟缓、平衡感也每况愈下。如果不加以锻炼，很多人到了60-70岁行走就开始不稳，站久一点都觉得累，极容易跌倒。而一旦发生严重跌倒，后果往往不堪设想。例如髋骨骨折这样的伤势，对年长者而言可能是场灾难，不仅需要长时间卧床疗养，生活无法自理，还可能引发各种并发症，危及生命。许多统计都显示，高龄髋骨骨折患者在受伤后1年内的死亡率非常高。我们身边也常能见到这样的现象，有些老人年过70，仍然腰腿硬朗，健步如飞，思路清晰，而另一些人刚过花甲之年就步履蹒跚，腰酸腿软。这其中的差别，除了遗传和疾病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日是否保持锻炼。那些长期坚持运动、维持腿脚力量和平衡感的人，到了老年依然能行动自如。反之，缺乏运动的人，身体机能衰退得更快，更容易陷入失能的状态。所以，站得稳、走得动绝不是小事，它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暮年时的独立程度和寿命长短。想要80岁时不靠轮椅和搀扶就能轻松走出家门，我们现在就必须开始培养并维持自己的平衡能力，让身体对抗跌倒的本领一直在线。好消息是，锻炼平衡感并不需要很长时间或特殊器材，每天哪怕只有10分钟，长期坚持也能看到明显效果。国外有研究针对中老年人做过实验，发现能否单脚站立10秒和一个人10年内的死亡风险息息相关。实验中，无法单脚站稳10秒的人，在之后10年内的死亡率是能站稳者的将近2倍。这听起来很吓人，但也从侧面印证了平衡能力对生命安全的重要性。别等衰老的警钟响起才追悔莫及，从现在开始就给自己定下一个每天的平衡练习时间。不要小看区区几分钟，一开始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变化，但几个月、几年下来，身体的稳定度和腿脚力量就会悄悄提升起来。曾经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分享到，他每天刷牙的时候都习惯单脚站立来训练平衡，多年下来养成习惯，结果即使到了85岁高龄，他依然能自己出门买菜，
提着沉甸甸的米面行走1-2公里而不觉得吃力，可见只要平时愿意花点时间锻炼，岁月并不会无情地夺走你的行动力，相反，你完全可以比同龄人更加强健。那我们平常可以做哪些平衡训练呢？其实方法很多，重点是持之以恒。这里提供几个简单的练习思路。单脚站立是最基本也最有效的训练之一。找一张稳固的桌子或椅子做支撑，站在旁边以防万一，然后抬起一只脚，使身体单腿站立保持平衡。刚开始可以尝试维持10秒，逐渐延长时间。两腿轮流训练，每天都试着站一站。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自己单脚站立的时间越来越长，姿势也越来越稳。坐站练习也是非常实用的腿部力量锻炼。坐在椅子上，不用手扶椅子扶手，单靠腿部发力站起身，再慢慢坐下，如此反复数次。刚开始可能连做5下都觉得吃力，那就先做到力竭休息一下，之后每天坚持练习，渐渐的就能轻松连续站起坐下10几次不成问题。平时走路时，我们也可以融入一些小花样，比如刻意加大步幅，走路时抬高膝盖，或者偶尔尝试倒着走几步，以及间隔性的踮起脚尖行走等等。这些小动作都能刺激不同的肌肉群，挑战你的平衡协调能力。如果觉得独自训练单调乏味，自然也可以选择一些带有平衡训练性的休闲运动。比方说，许多中老年朋友喜欢打太极拳，这其实就是一种极佳的平衡协调训练。或者参加社区的舞蹈队，在音乐中一边动一边保持身体协调。还有小型球类运动，如乒乓球、羽毛球等，都是很好的选择。这些活动既有趣，又能在不知不觉中锻炼到腿脚和反应。关键是，不管选择哪种方式，都要让自己动起来，让身体经常处于备战状态，去适应一点点的不稳定，这样你的平衡能力才能保持活跃。开始新的运动习惯时，也要注意量力而为和安全原则。如果您长期缺乏锻炼，刚开始时不要给自己定太高的强度目标，可以先从简单的动作做起，循序渐进。若本身有慢性疾病或关节问题，运动前最好先咨询医生建议，再选择适合的运动种类。运动时记得做好热身和收操活动，穿着防滑舒适的鞋子，确保周围环境安全。只要科学的安排锻炼，无论几岁开始运动都不嫌晚，而且都能获益良多。此外，有些人担心运动可能带来伤害，比如怕跌倒或磨损膝关节。其实只要方法正确，运动的益处远远超过风险。很多所谓运动伤害，往往是方式不当或强度过高造成的，并非适度运动本身的必然结果。反过来说，如果长期不活动，关节和肌肉反而会因缺乏使用而退化，更容易出问题。我们的身体构造就是为了活动而设计的，经常使用它，它会变得更强壮耐用。相反，闲置太久，它老化的速度只会更快。在这个充斥着各种昂贵保健品和所谓抗老神药的时代，我们不妨认清一个事实，真正有扎实科学证据的长寿灵丹妙药，其实就是规律运动。与其迷信某种补品或偏方，不如踏踏实实的每天动一动，花钱买不来的健康和寿命，靠我们自己就能通过坚持运动去获得。事实上，世界上许多长寿的榜样都证明了运动的威力。比如，来自印度的福贾辛格先生，在100岁高龄完成了全程马拉松，被誉为最年长的马拉松跑者。法国的罗贝尔·马尔尚老先生在105岁时创下了超高龄自行车1小时骑行的世界纪录，他在1小时内骑行了超过22公里。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年龄真的只是个数字，从不停止运动的人，往往能突破我们对年龄的想象。现在不妨闭上眼睛，想象2种截然不同的未来。
第一种，未来里，80岁的你清晨轻松的下床，自己做了早餐，然后精神抖擞的出门散步，甚至搭公车去和老朋友交友聊天。第二种，未来中，80岁的你起身都需要搀扶，走几步就气喘吁吁，出门得依靠轮椅和看护，一天到晚只能待在房间，望着窗外发呆。这两种晚景的差别，极可能就源自于此时此刻你每天那区区10分钟的习惯。今天多付出一点努力，未来就多一分自立与精彩的可能。总而言之，跑步游泳固然不错，但在长寿这件事上，远远比不上让自己保持平衡灵活、持续运动来得重要。从现在开始，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每天抽出10分钟，做一些平衡训练或者其他让身体动起来的活动。不要小看这每天的10分钟，它真的可能在未来决定你能不能健健康康地迈出家门，让我们努力锻炼伪将来的自己，储蓄健康本钱。运动延寿的秘密其实并不复杂，无非是保持动态，保持平衡，享受过程，坚持不懈。每一天都多给自己10分钟，相信到了80岁时，你一定能够昂首挺胸，健步如飞地走出家门，去拥抱属于你的美好生活。